带您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一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还有亮哥会加入我们的现场。好，观众朋友，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哦，现在的是乌拉圭。好，大家知道这个国家吗？它是在南美洲哦，在阿根廷的东方。好，那这个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国家呢？因为他们到中国大陆去了。好，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画面哦，他们的总统叫奥尔西，率领了庞大的官员代表团，有超过150人代表团，有70多家的企业，在1号抵达了北京。那恰逢中乌建交38周年，所以中国这边是以红毯仪仗队隆重的来迎接。好，这是乌拉圭迄今规模最大的官方出访团。那乌中双方签下了30多项的合作协议。好，那他们的总统访华也有特别讲多这两国建交以来历届政府都是积极的发展对华的关系。那如今乌中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中国连续多年也成为了乌拉圭最大的贸易伙伴。那双边各领域的交流是越来越活跃。好，那我们也看到他们发布了一支 vlog 这就是乌拉圭的总统在朋友圈火速的发布了访华第一支 vlog。好，行程的参观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好，网友表示奥尔西认真的体验中国，那剪辑师们也非常的用心在出图。好，那当然也看到这两国的关系有持续深化。好，那一轮也稍微查了一下乌拉圭他们在对美对中的外交关系是如何。其实他们算是这个务实平衡那当然也看到他们到中国去，又因为它是南美洲，也确实让大家有觉得一些讯号存在。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乌拉圭总统，他就特别讲说，自己在担任乌拉圭卡内洛内斯省长的时候，曾经多次访华。好，中国在科技创新等方面他说经验非常值得借鉴。好，也就因为现在目前美国推行的是唐罗主义，好，冲击拉美国家主权跟领土，所以这一次巴拉圭总统访华，好，那特别就被认为并非只是代表本国寻求合作，也体现了整个拉美地区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考量。因此有人说这个拉美都一直被讲说是美国的后花园，难道现在有变天的可能性吗？好，那当然美国优先一直都是这个川普奉行的原则，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嘛，这个英国的施凯尔他之前也才刚到中国大陆去。好，那唐宁街也就是英国官邸，目前也有最新的发声，说此次的访问促成了出口贸易跟市场准入的协议，那同时中国企业也将在英国进行数亿英镑的投资。好，那施凯尔访华就强调对话跟外交，而非对抗所能带来的好处。好，那英国跟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关系，希望跟中国建立一种成熟的关系。好，那当然也看到美国媒体目前还是特别讲到说美国优先，如果适得其反的话，就会让美国更加的孤立。好，其实美国人也有这种感觉。好，我们看到有 AI 示意图生成就说美国优先就变成美国独立，独立美国，好，中美对抗也有人用这个 AI 来进行这个示意。好，那当然就是因为白宫现在对朋友跟敌人无差别的征收惩罚性的贸易关税，好，甚至还有一些是领土威胁。好，这个会彰显的就是经济跟地缘政治主导的地位。但是这个策略恐怕会适得其反，尤其是在美国盟友跟伙伴当中寻求贸易政策多元化之际。好 ，CNBC 甚至有刊文称随着盟友重新的评估和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关系，那并且考量着这个蛮干那美国在全球地位的这个政治还有贸易关系当中就会显得更加独立。所以这股美国优先正在逐步的演变成美国孤立。
利。好，那美国盟友也正尝试的摆脱这种日益痛苦的关系，那最终恐怕会转向北京投怀送抱，寻求跟中国建立紧密关系。好，这也是我们一直谈论的哦。这美国现在似乎把盟友越推越远，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好，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川普有一些手段。好，现在他说他跟古巴开始对话了哦，因为手握油脉，好说欢迎中印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好，川普特别讲到欢迎中国你们来委内瑞拉，我们就石油来达成一大笔的交易。好，那印度也即将进驻，而且采购委内瑞拉的石油，而不是向伊朗来购买。他们说已经达成了协议框架。好，但是我们要看专家怎么说，这是研究拉美的国际专家。他说美国这个举动又会加速拉美国家寻求贸易多元化，好推动地区一体化来抵御这个霸权压力。那全球南方崛起美方的行动只会反噬自身的信誉。好，这就如同刚刚我所说的因为他就把他的盟友越推越远。好，甚至最前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拉美的乌拉圭，他访中也是有一点这样子的味道。好，那当然也看到川普特别讲说，对于这个古巴陷入困境的经济实施这个实质性石油的封锁，也特别讲。那为了促成协议，华府正跟古巴的哈瓦那领导层来展开谈判。那川普就特别讲说古巴你是一个长期以来失败的国家，而现在他们也失去了委内瑞拉的扶持因此我们正在跟古巴方面的人士对话，那也就是古巴最高层人士。那川普说看看事情会如何来发展。好，那当然现在希望这个稀土的部分要有解方嘛，所以呢看到美国、欧盟、英国、日本、澳洲跟纽西兰的20个国的部长们，那要到华府这边来举行会议，那讨论的就是要建立关键矿产战略的联盟，那针对稀土问题要展开磋商，那呼吁美国要保证最低的价格。好，所以看到整个国际的秩序现在跟过往的想法确实是不一样了。那当然川普的手伸进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当然我们一开始还是先问到亮哥来到我们现场，问他到这个乌拉圭访中有人认为这是拉美变天的一种讯号。乌拉圭跟智利大概是拉丁美洲自由化最高的国家啦。那其实他们都是广义的南美洲那个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这个包括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跟智利那基本上南方共同市场就是南美洲的，他们在2个礼拜前刚跟欧盟签了 FTA。其实欧盟最近自救的动作做得非常大啦，就是先跟南美洲这个南方集团签了 FTA， 然后上个礼拜又跟印度签了 FTA。他跟南美洲已经谈了10年了，跟印度谈了20年了，一直都签不出来。就川普的助力，通通都签出来了，这么快？这个印度尤其最明显，因为互相免掉了90%的产品的关税，这个 FTA 其实幅度很大，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具体进展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前一阵子是我们就从1月开始起算嘛，李在明是去年年底去了，对不对？韩国是。然后接下来是加拿大，然后现在是英国，那中间还夹了一个芬兰，对不对？然后乌拉圭然后下一个2月应该就是德国嘛这个都是真的有协议的有商务的各种明显的利多了，然后钱都可以算出来的那川普那个叫做梦川普那个根本就没有内容我随便举例啦，比如说你要中国去委内瑞拉投资更多一点，我要跟谁谈这个政府是过渡政府委内瑞拉现在还没有合法政府连你美国公司都不去，我中国怎么去我的意思就是说，川普就是随便讲一讲那这种随便讲一讲是无法落实的，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也在考虑如果委内瑞拉的那些原油一下出不来，那我跟加拿大买不就好了？因为加拿大跟委内瑞拉的油比较像，都是含硫量比较大的重油，都是重油
所以那加拿大的油，因为它是含油量高，需要进一步提炼嘛，所以基本上长期以来都比那个布兰特的原油要低10到15%啊，那距离差不多啊。然后你在那边又讲说啊，伊朗的油你不要买了，你买其他地方的啊。可是有很多国家就距离比较近嘛，那这运费你帮我出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都是他随便讲一讲啦。比如说印度为什么会去买俄罗斯，会去买伊朗的油，因为真的比较近嘛，就这个是很实际的理由嘛，那你现在用政治的理由说你不要跟他买，然后人家也没看你在委内瑞拉做了什么努力。你自从把马杜罗抓了，委内瑞拉请问美国做了什么？你有建立一套稳定的平台、交易的机制，那自然不会继续恶化。我没有看到啊，所以讲这种都是空话。所以只有把人抓走了哈。好，赖教授怎么看？确实哈，当美国推出它的国家安全战略，一直到国防战略，都主张的是西半球啊，西半球是被美国划定进来的势力范围。但是很明显的是，拉丁美洲国家不这样想啊，也不这样认为啊，就是凭什么我就被你划为你的势力范围啊？我的一切东西都由你来做主掌权，然后我自己失去所有的主权。我想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这样子哈，就这样忍气吞声啊，随美国任美国的宰割，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看到鲁拉跟中国大陆也通了电话，对和平理事会表达了一致的看法。然后现在是乌拉圭，您刚刚谈的人口并不多，340万人多一点，可是国土面积不小，17万平方公里哦。可是人均所得是高的哦，18000美元哦，人均所得是高的，而且它是以白人为主体，87%都是白人。所以它基本上来讲，对于整个这个南共体来说，它是国家虽然小，可它有它的发言权跟影响力。那他这次到中国大陆要待这么久，待7天，他等于是他也要去看很多科学园区，看中国大陆科技的发展。那你想，它事实上是一种我们讲的是一种探测器了，也就是说，南共体已经处理完跟欧盟的共同市场，就是自由贸易市场。之后，他们就要处理跟中国的自由贸易，因为中国大陆一直在推跟南方共同市场的自由贸易，而南方共同市场当初的回答是说要先搞定欧洲，然后才能够跟中国。现在欧洲搞定了嘛？那现在已经交到欧洲议会，看欧洲议会什么时候批准嘛。可是已经搞定了，那他就没有理由说要再往后推了。所以我觉得这次乌拉圭来了以后，跟中国大陆如果都谈定了有关于跟中国的自贸协定以后，其实一定会影响到巴拉圭的。巴拉圭是跟我们有建交的关系了。那你想，当整个南方共同市场只差一个巴拉圭的时候，巴拉圭会不会产生变化？会有。会跟台湾会产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乌拉圭是有很高度的一个战略意义，而且呢，它如果南方共同市场跟中国大陆一旦签订了以后，那你美国对于这个南美洲的一个控制力一定是下降，这保证下降啊，这是第一个，因为你想。南美洲的这些大宗物资往中国大陆运的时候，它本身的税一旦降到0，它本身的产品跟美国又有高度的竞争性，它会很有竞争力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另外一个，您提到了这个欧洲开始往这个中国大陆移动，当然，川普他是助推器了，催化剂是最后一步路，但是问题就在于。我觉得最主要是欧洲，他们过去当川普祭出关税的时候，本来欧洲吓得半死，但是现在欧洲发现没有美国，他们可以活下来，不但活下来，而且还可以活得也还可以。那这样的情形就等于是过去他们认为对美国在经济上是高度依赖的，现在这个迷思是破灭了，也就是迷思被打破了，被谁打破？被中国跟其他的地方打破，所以。您看到的就是欧洲他们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出，他们从去年11月、12月，他们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了20%，可是他们的经济的 GDP 却反向成长了1.5%，这就是代表说什么呢？代表很多国家都受到美国的高关税的冲击了以后，他们彼此之间的贸易额反而增加了，也就是美国它本身不是制造业大国。
美国的市场可以被取代，美国的产品，因为它不是制造业大国，所以其他的国家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那这样的话，他们对美国的依赖就往下降了。我个人认为，这一次川普他真的是偷鸡不着18米。好，接着问顺峰委员，这个中国啊跟美国呢，现在就大家喜欢看的所谓的太阳啊跟北风，一个就是北风是美国，一个是太阳。实际上，中国大陆这几年来苦心积虑要经营、追求的目标啊，在这1年加速产生，因为催化剂啊就是川普。这个很多事情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到的，加速的进行以中国大陆的体量来接待一个300多万人口的乌拉圭，是给予高度的尊重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除了刚刚赖教授所提的，我还可以补充给各位了解一下，它是整个的拉丁美洲的贸易枢纽口。不止如此，它是在民主体化，就是说整个的南美洲里面呢，政治最稳定的国家。它的民主评分呢8.16，全球排15，比美国还高，美国才7.8几而已。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在这里不只做一个突破，它这里在稳定一个军心。这个对于美国要把拉美洲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呢，会定下一根钉子，是一个300多万的人口，却是一个整个的天平中很重要的一个档杆。那么再过来看的是英国，英国比较特别，英美，这是我们在导致谈英国的时候，欧美，英美，这是我们把它挂钩在一起的。显然欧美呢，这个欧跟美现在正在拆分中，连英国都在改变。英国短短的8年呢，换了6任首相，证明整个的国家是不稳定的，尤其还有任期就45天的，那我都把它叫库斯拉啊。那么这个库斯拉呢，包括这一次啊，对于斯塔莫的访问，他还有闲言闲语，认为斯塔莫这样的做法会让这个英国呢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我想别人会不会付我不知道，他45天是已经付出代价了。所以有人形容他比那个沙拉的在这个冰箱的储存期还短啊，因为45天而已。那为什么我用讲这个呢？因为英国正在变化。这一次的访问里面，我看到的有一点，不断的，无论在哪里，所有的访问都强调一点：8年的空窗现在要填满。这个8年的空窗要填满，就足以证明过去的这8年，他们认为走错路了。英国是一个全世界在整个的国际政治上是最务实的国家，应该所有的考虑是会考虑自己本身的利益。结果呢，在前面从江省开始以后啊，到斯纳克，他最大的特点，考虑美国的利益常常超过了考虑自己英国的利益。比如说，在这个美伊访问了之后啊，那么所建造的5G，印制到枪省就把它给拆掉了。拆了之后有比较好吗？拆了之后有比较进步吗？是没有的。所以从各个方面迹象来显示，英国的一个转向所代表的可能比其他的国家都更具有意义。尤其英国首相的那一句话呢，他说法国来了，德国也要来了，我英国能不来吗？这一句话是这样，世界很多国家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他们都去了，他也都去了，我能不去吗？这就是美国这一个呢北风吹袭的结果啊，温暖的中国太阳果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好，我们记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我们带大家来关心中东的局势发展。现在伊朗的领导人最高领袖哈米尼，他也呛川普了。我们先带大家来听一下。در حرفهای خودشون تهدید می‌کردن که همه گزینه‌ها روی میز است. همه گزینه‌ها یعنی از جمله گزینه جنگ. این همیشه میگفتن دیگه. همه گزینه‌ها روی میز. حالا این آقا هم همینطور مرتباً ادعا میکنه ولی ما ناو آوردیم و چه کردیم. البته این رو هم آمریکایی‌ها بدونن که اگر این دفعه جنگی را بندازن این جنگ
جنگ منطقه‌ای خواهد بود. 好，哈米尼的出现哦，当然大家很关注因为之前都认为他是不是逃到别的地方啊，或是躲进了地下碉堡。但是哈米尼他整个总归就是认为说美国你放马过来，我马不得不。没在怕，然后就是这种感觉。好，那当然哈米尼还加强对示威群众的指控表示他们意图发动政变表明政府的立场转趋强硬。好，那之前我们就有曾经讨论过说嘛，这个好像他是不是躲在地下碉堡？他似乎也是很担心人家这样认为所以他是不是就公开露面了？好，根据伊朗官方发布的影像，哈米尼前往了伊斯兰共和国创建者何梅尼的陵墓来参加祷告仪式，纪念的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47周年。好，那这照片发布的时候也特别敏感嘛，因为外界认为就是要反驳反对派先前声称哈米尼是因为担心美军空袭而躲入了地下碉堡的传言。好，那美伊谈判才传有进度，怎么现在伊朗又开呛了甚至欧洲也被开呛他是说欧盟全部军队都要列为恐怖组织。好，伊朗的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在2月1号引援一项2019年的法律，严拟要将欧盟各国的军队视为恐怖组织。要反制的是欧盟日前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好，那审议驱逐欧盟国家5官的决议，所以现在看起来连伊朗都跟欧盟国家整个杠上了。好，那我们看到这位议长卡利巴夫他说，欧洲试图打击革命卫队等同自伤。那革命卫队是长期阻止恐怖主义散播到欧洲的最大屏障。那欧盟此举无疑就是搬石头砸自己脚，欧洲又一次的盲目服从了美国，所以做出了违背自身人民利益的决定。好，那我们要看到美国现在对于中东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在玩2手策略。首先，我们先看到川普因为他是传说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最高的将领在这个30号有在五角大厦进行密会，那商讨就是应对各种可能的情境来做一个作战的准备。那川普还说还是很希望跟德黑兰这边达成协议。结果嘴巴是这样讲，但实际上的动作好像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就有说就有美国的海军表示，美国目前有8艘的驱逐舰能在射程之内击落伊朗导弹跟无人机。那其中2艘位于这个荷姆兹海峡附近，好，另外3艘位于北阿拉伯海，还有1艘是在红海跟以色列之间。好，那另外2艘则是在地中海。好，这就是简单的地域的这个划分。好，那美军近期确实也正将这个大量的空中加油机往前推进至这个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也说这种大规模集结加油机的模式，通常就是为了建立长程打击的后勤链。好，所以呢，到底会不会打伊朗？本来还有说时间是礼拜天，那现在礼拜天已经过去了，所以也不知道到底川普的这个心理算盘到底是如何。但是川普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很认真面对就是美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先看到 ICE 因为美国媒体踢爆 ICE 内部的备忘录流出说抓人无需逮捕令。那这 ICE 的干员被告知说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而且可以在无逮捕令之下是直接抓人。那甚至这位前 ICE 的资深顾问说这个备忘录对于逃脱一词的解释是非常的宽松，就意味着 ICE 可能在未持逮捕令之下可以随意的逮捕任何人。好，一轮能够相信啦，那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起这个执法过当的情况呢？好，那我们要来看这个洛杉矶在30号这天也是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好，当日傍晚一群示威者在洛杉矶的市中心拘留中心之前和这个联邦执法人员发生了冲突，他们一样也在反 ICE。好，那当然还有美国的经济斩杀线因为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微博热搜第2名一度跳到第2名的是洛杉矶市长候选人女儿路边身亡。好，这一位呢叫艾蜜莉她在1月初医院去世，那疑似是因为突发的疾病独自一人躺在路边，那急救人员立刻把她送往医院，但是仍然是不治身亡。那目前美国官方是强调这是一个独立医疗事件，然后也被列为是一个
待定死因还需要这个尸检来进行确认。但是中国人觉得不太单纯，中国网友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位女性她可能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所导致的。好，当然就牵涉到一些美国治安的问题，所以在中国网友这边就引发了一些讨论。那当然也要看到美国的住房危机因为现在房价上涨，那工资增长的速度又很慢，所以很多年轻家庭就必须要逃离成本高的州。那数十年政策选择的可预见结果，那也发现法规使得现在建造新房的成本也增加了，是$94,000，大约是300万台币所以这种负担真的让很多人在施工之前就离开了市场。好，这是美国目前经济上面的问题。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中东部分尤其伊朗大家很关注。我们先问亮哥。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美国的目标，让人家觉得感到困惑了，就是他是要推翻哈米尼政权吗？那如果是推翻，你光是用空袭怎么可能达成目标？你一定要里应外合啊，像委内瑞拉这样啊。那现在也看不出来有里应外合的机会啊。那也不像以色列去搞那个黎巴嫩真主党，每个人都领到了 BB 扣，然后 BB 扣就炸掉啊。那几乎是真主党一些高层都被干掉了。那你如果不是要推翻政权，那就是希望施压达成你要的议题嘛。那目前有2种议题啦，第一个就是希望他不要发展核武。那伊朗会说啊，那个奥巴马最后1年我们就通过伊核协议了，是你川普自己不要川普2017年退出伊核协议啊，当年就已经签了，就是伊朗不发展核武，然后核浓缩最多发展到那个时候是3.67%，只有3.67%，就停了所以他真的就是希望解除经济制裁嘛。结果川普2017年退出伊核协议，2017到2025，8年过去了，那伊朗现在核浓缩做到60%，因为没办法我要顾自己然后飞弹、无人机做到2000多枚飞弹，还有无人机的系统。那你美国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叫人家核浓缩回到3.67啊，还是以现状为准？我觉得你如果要以现状为准，然后接受国际原子能协会的监督，我觉得伊朗搞不好会同意问题是川普愿意吗？然后第二点，不要再镇压示威的老百姓，那这一点更容易做，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示威老百姓了，带头的都被杀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因为我看到了川普的诉求是这2点，说你不要发展核武不要再镇压老百姓，伊朗就会觉得蛮奇怪的。我现在都符合我现在不是都符合吗？那为什么你不给我解除经济制裁？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我刚刚对川普批判的那个起始点就是他的诉求从来都不具体，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结果现在自己骑虎难下，军舰包围了，那没有动作被人家那边看，我看你要干什么，不然就变成一个笑话。对，这个真的是会让伊朗觉得说，那你怎么都不动赖老师。伊朗的问题确实是川普搞砸了因为原本奥巴马的时代因为有中国的帮忙嘛，我们看到确实伊朗是很严格的遵守这个3.67的浓缩铀很严格遵守，而且呢，这个联合国的原能机构是有派人员常驻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一直回报，就是说都是遵守，所以伊朗是守约的这一方，美国是毁约的这一方，而欧盟失去道德勇气，追随美国去制裁伊朗。好，那现在的现状已经改变了。怎么说现状改变？伊朗的浓缩铀最少60%，还有人说到80%。那到底有几公斤？不知道目前来讲是不知道有几公斤的，但是至少已经知道说是60以上。好，然后这个中程的导弹也已经做出来了，而且有上千枚，无人机也做出来的。那请问一下，你现在要人家把无人机拿走，把中程导弹拿走，
把浓缩铀拿走，然后你说你是要一切回到3.67，那如果要回到3.67，那原来的3.67就好了，你为什么要把它撕毁？对啊，所以对于伊朗来说的话，那我现在有的那就是我的嘛，要不就是浓缩铀交给第三方保管，可以，但是问题就在于，那你要解除对我的制裁。可是各位想，如果说你美国好，你说啊，回到原点，奥巴马时代原点，然后浓缩铀交给第三方保管，过去是交给俄罗斯来保管，那现在俄罗斯比较衰弱了，很有可能就是说交给中国来保管比较近。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是伊朗已经拥有了核能力了。第二个，它已经拥有了导弹的能力，然后无人机的能力。你一旦解除制裁以后，伊朗的这个经济很快的就回来了，因为它的大支柱啊，这个经济是它最大的支柱。一旦回来，那各位想，伊朗会比以前更加的强大。那这个是你川普。他所谓的更强大是说，他未来的经济力在支撑他的科学学术的研究，他未来的核能力跟军事力量会更加的强大。更何况，伊朗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他已经确定一件事，他在军事上他可能会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更加的紧密。那在过去，当时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签订完了以后，伊朗就把中国大陆甩开了，就面向欧洲。可是你现在欧洲把自己的路都断了，也就是你追随美国，你说你把这个革命卫队视为恐怖主义组织，那现在伊朗也把你欧洲也视为恐怖主义的一个国家或是组织，那等于是你本来欧洲跟伊朗之间，伊朗的油对欧洲是有帮助的。伊朗如果能够解除制裁以后，它8800万人对欧洲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你现在欧洲自己把跟伊朗的路都断掉。那坦白说，我们不太了解现代的西方的政客，他们的智商到底有多少，真的是很值得怀疑。顺风委员怎么看？怀疑的不是智商有多少，怀疑的是基本的道德跟标准在哪里。我请问，以色列可以有核子武器，那为什么伊朗不能有？那为什么巴基斯坦可以有，印度可以有，伊朗不能有？那伊朗又为什么叫做邪恶帝国？它邪恶在哪里？那到底伊朗侵犯了美国什么利益？是美国基于它全球的霸权，而认为伊朗是一个障碍，或者伊朗的存在对美国的成长、对人类的发展是一个障碍？我觉得我们跟着西方的语系思考整个的地球，思考整个世界太久了。我请问，美国有什么正当性？几十年来封锁一个叫做古巴的国家，古巴对你有什么威胁？古巴有什么样的军事力量？只是因为你不喜欢他。那我请问，一样的道理，伊朗对美国有什么威胁？只是因为你要保障一个叫做以色列，因为以色列跟你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同文同种，不是你整个的利益经济最重要的操纵者。你整个的政治最大的操纵者，因为这样子构成的关系，所以它变成邪恶帝国，是吗？邪恶在哪里？我想，我们进到了西方的语系久了之后，他们自己把标准丢了。当时要伊核协议要废止的时候，谁站出来反对的？欧洲是站出来反对的，法国站出来反对啊，最后呢，嘴公共的没去啊嘛。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我觉得我们全人类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要重新去思考，西方所建构给我们的全球的价值还需要吗？那再来看看，就以阿拉伯半岛，现在美国就在赫木兹海峡，在阿拉伯海，在地中海，3个舰队把它给放着，请问阿拉伯半岛是谁的？是谁的阿拉伯半岛？是美国可以以子以时的阿拉伯半岛吗？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我真的不太愿意从为西方的角度来看，因为他们说的他们都是神圣的，别人都是邪恶的，可是看起来好像你比他还邪恶。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我们来看哦，像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哦，因为它的字哦特别重要，不能讲错哦，所以一轮是看着念的。好，这个呢会让大家认为说啊，跟核威胁有关。当然，现在有一种讨论声说，这核威胁在全球是不是又再起了？主要就是因为刚刚一轮讲到这个条约哦，那是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最后核武条约，但是这个条约要到期了，2月5号哦，所以也在倒数计时。那这对哦2大核武强国的限制也就要失效。好，那这条约被视为冷战后哦核军控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一旦失效哦，恐怕就象征美俄长程核武的限制正式走入了历史。好，其实这个条约原本在2021年就要到期，好，但是后来延长到2026年2月5号，所以有这个条约的规定就是只能延长一次，所以这次是不能再延长了。但是目前看起来美俄之间啊没有讨论到这个话题，好，所以大家才会担心说啊后续的效果到底是如何。好，那普京去年9月有曾经建议啊要将新战略武器的裁减条约延长1年，好，但是后来川普的回应说啊延长是不错的，然后就没有后续的声音。那现在也有人认为说啊美国跟俄罗斯啊如果在这个条约失效之后啊，他们势必会让这个部署弹头这个都会大幅的增加。那这个失效对美国来说或许是认为好的哈，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解开束缚，然后可以来面对俄中的威胁。因此我们看到华府内部出现了一些分歧哦，有一派主张啊拒绝延长条约，扩充核武库啊，要因应的就是中国的快速扩张。那另外一派就警告啊说，如果这个举动的话，就会引爆新一轮失控的军备竞赛啊。确实呢，在冷战的时候，也就是军备竞赛正热烈的时候，好，那当然就会大家担心哦，会有失速的情况。那曾经跟川普互呛，结果如今却改口的这人叫做俄罗斯的前总统麦维德夫。好，因为呢，他最近说的话，有一点特别，我们来看一下。好，他赞扬川普是一位寻求和平的领导人。那甚至说，莫斯科方面也没有发现川普声称已经部署到俄罗斯沿岸的美国核子潜舰。好，所以他的说法确实让大家觉得有一些讯号。好，但是呢，如果这个核武啊没有续约的话，限制核武的部分，那现在美俄的危机被认为管控更难。好，那即使军备竞赛未因此立刻出现，但是光凭美俄的核弹头占全球总数是将近90%，那以及中国大陆的核武库快速扩张跟现代化，好，稍有误判就可能会因为核战而毁灭人类。好，那这当然是大家最不想看到的。这也是常常为什么有核武器的国家常常在讨论事情上面它是比较有 power 的，因为大家会忌惮呐。好，那当然我们现在换回第一岛链的日本有人说啊，这个高市现在有点重演安倍的旋风啊。原来是朝日他刊出了日本8号国会大选的民调预测。结果说，在总席次465席的日本国会众议院当中，哇，自民党非常强他们会突破233席，来到300席大关，会重演这个安倍晋三过去的这个历史。但是高市早苗还是缺席了电视辩论说跟支持者握手之后有受伤，他还把手拿出来给大家看。好，那选前1周，日本自民党领先的优势扩大，选举结果说会影响到中国对日的态度，有专家这样解析啦。好，但是现在中俄也是联手在抗日。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国安秘书长肖伊古力挺中国对台立场，紧盯日本快速军事化的政策。那甚至中国大陆海警现在巡航钓鱼岛同框的画面也曝光，距离只说12海里。那甚至柯南30周年联动的另外一个是我的英雄学院好像踩雷了因为里头有一个人的名字有被认为入华风波。好，那中国大陆的代理商即发生。那当然这件事情在中国大陆确实也闹得相当的大。一样，我们先问亮哥，包含的就是这个条约的部分。这个条约早就实质失效了啦，因为双方都不遵守啊。像俄罗斯最近做那个核鱼雷啊，还有用核动力推进的导弹，那都是新的啊，都是长程的啊。那你能怎样？就这个，我觉得这种东西早就没用了啦。那前一阵子是中程导弹美国废止嘛，
但这个是长程的，所以现在大家都不要装了，大家不要装了啦，事实上只有刚签的时候那几年有作用嘛，最近10年都在作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签的哦？那中国大陆拒签，美国也叫中国来签啊。中国说我才300枚，你们都是6000枚，你叫我签，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啦，反正人类就是共同走向灭亡啊，所以外星人会越看越明显啊。可是这个，可是我也不认为啊，俄罗斯有了6000枚了还会再做了，他会做一些新的了，比如说核鱼雷就是了啊。那高市早苗的选情看涨啊。其实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了，因为我到现在不知道在野党要干什么。那个其实两边造势人都很多，可是镜头都是高市早苗。那高市早苗很会演，他情绪激动，号召选民，然后说我如果没过半，我就辞职下台。这个就把他的人跟他的路线做一个完美的结合。野田佳彦，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看到他一个人孤独的在路边发传单，那中道联合如果过半会怎样？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连中国议题都不敢谈，只谈贪污的问题。这种全国大选啊，除非你是全国都在贪污啦，不然你要用贪污作为主议题，在日本是没有用的啦。那高市早苗他的议题非常鲜明，就是日本要独立自主嘛，那如果席次够，他这个增加预算啦，那要发展出自己的自我防卫系统等等这没有办法啦，历史即将重演啦，日本再度走向自我灭亡的道路，因为中国大陆不可能让他的，前面讲说高市早苗席次越多。中国就会考虑跟他恢复接触，这个人一定是自民党的官员，这叫助选言论，选举语言，绝无可能。我基本上就觉得高市早苗如果大胜，那中日就继续杠下去，杠到高市早苗经济 hold 不住下台为止。那日本要这样选择也没办法，谁叫你的在野党弱成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也要把这个事情看在眼里了，因为就是执政党，他路线鲜明，所以选民都知道他在干什么。可是你就继续选那个自我毁灭的道路嘛，跟当年军国主义成为日本的主流是一模一样的了。好，赖教授怎么看？我觉得美国跟俄罗斯的核相互限制的所有的最后一根稻草都拿掉以后，那彼此之间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制约作用了，对吧？没有制约作用，事实上那就是比谁的财力够，比谁的能力够的一个天下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成本，谁比他低。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因为当双方都完全不再有约束力，因为过去虽然都有作弊，都有偷走。但是它基本上来讲，在整个部署到部队的常规的战力，它事实上是有被限制住的。那有被限制住，那就是有效的就嚇阻了相互毁灭的可能性。但是现在相互毁灭的可能性是升高了，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以前我们要这个阻止或者是要限制你中程的弹道导弹？那就是因为它太难侦测了。第二个，反应时间太短了。第三个就是中程导弹可以装一般的弹头，也可以装核弹头，可是洲际弹道导弹是一定是核弹头，它不会装常规弹头，所以你只要打一个洲际弹道，我一定把它拦下来。可是你打中程的，我就要判断了，到底是常规的还是核弹。可是有可能你是打常规，但是我因为不确定，我就一定把你假定你是打这个核弹，所以我一定用核弹来反制。这一般的正常的做法都是这样。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欧洲、美国跟俄罗斯，他们就规定说，我们都不要做中程的。那对中国大陆离俄罗斯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远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当然没有被规范的范围内嘛。所以大陆的中程导弹在全世界就居于领先的地位，
而且是遥遥领先。那现在的情况是，美国跟俄罗斯他们在中程导弹的协议都撕毁了，以后，彼此之间也都在发展中程的导弹。那现在这个新一代的现代化的弹头开始最后的这个限制也都撕毁了以后，可以开始做试爆了。以前的试爆只能够在电脑内来做试爆，现在已经可以在现场做试爆，那效果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以目前的来看的话，人类要走向毁灭，坦白说就大国了。就大国可以把人类毁灭，小国是没有办法把人类毁灭的。即使小国拥有核武，也没办法毁灭整个世界。但是要毁灭整个世界，真的是只有大国有这个能力。目前来讲，美国跟俄罗斯看起来他们是想要没有限制性的能够毁灭这个世界。我觉得人类走向灭亡，这个也是实在是一个我们不希望人类走向灭亡，没有道理的事情嘛。我们才觉得没有道理，由他们这两大国来胡作非为嘛。对，决定我们全世界人类哦。好，盛峰委员，核弹呢，3000颗跟300颗有什么差别？就毁灭的角度，3000颗、300颗有什么？所以基本上都已经到了边际效果以上了，要增就增吧，不，3000颗增颗到5000颗，300颗增加到500颗，那么3000颗的就会有威胁，5000颗的我也有威胁，那500颗的就不会有威胁。我看都是一样完蛋了，都是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当过了一个边际以后，那个数字是没有太大意义。现在只在于大国到底要玩什么游戏。美国现在看得出来是要把中国大陆锁进了在核的限制范围内，因为它的发展太快了，而且事实上它是有能力不断的去强化它的发展。对啊，就当然了，但是他一直要把它拿进来嘛，那是你家的事嘛。所以这个啊，反正上帝就讲过，要毁灭一个人就那一个疯狂嘛。这个现在看到一个疯狂的叫做川普嘛，非常疯狂。对。那日本这个事情呢，各位想一想，现在自民党像不像台湾的民进党的选举？然后在黑党很像国民党的选举，对，真的非常像，而且连讲话跟外部的环境也很像。自民党是用大陆来做的，是吧？这个民进党也用大陆来做，然后都有一句话。只要我选上了，他就必须跟我往来。民进党不是这样讲的吗？好，那因为我是明显的说，你会跟我往来不可。结果往来了10年了，有没有往来？没有啊，而且越搞越糟啊。因为双方实力差太多了。那么因为两岸之间有民族情感的问题，可是中日之间不一样啊。对，两岸之间没有仇恨的问题啊，两岸之间只有政治制造的纷扰的问题。可是中日之间，那一笔仇恨哦，真的翻来覆去点了，有没有？说爆炸就爆炸，而且那炸起来，谁没有处理好，谁下台。是这个现在，所以这样子高市早苗会不会高票当选，我根本不在意。自民党会不会赢了，我也不，因为这个事情就中国大陆讲起来，就好像两岸就是一中，那么这个一中问题不面对，你谁当选，反正我是。在这个立足点呢，我是不会动的。同样的道理，中国大陆今天面对日本，不管你赢得了多少席次，我的基本的底线在那里。台湾有事就是没你日本的事。